大家好，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2.5平方的线和一个4平方的电线。今天我们把这两个电线并在一起，看看能不能相当于一个6平方的电线使用。我们把这两种不同直径的电线呀，取一样的长度，然后我们把它接到一个插座上，这样呢就可以方便的测量它们每个线上所流过的电流的大小。我们先接插座这边，把这两根线的线头包出来，露出一个铜线，然后呢把它并连在一起，接到插座的一端。由于是临时接的两颗线，我们并没有把它做个圆环，但是呢一定要把这个螺丝顶紧。这端呢我们接到一个电源的空开上，然后把空开上面的螺丝给它紧固。最后把插座上的另一颗线也接到这个空开上。我们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测量一下并联的这两根线之间的电流的规律。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插座的线接好了，一共是3根线。我们把这个蓝色的2.5平方的和一个红色的4平方的是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两个线是并联的一种关系。我把这两个线劈开一些，然后呢方便我们一会儿测量它的电流。我们在插座上接上我们的电水壶，让它做一壶水，然后呢我们测量一下2.5平方的电线和4平方的电线它们的电流之间的关系。这时呢我们把插座插好了，我们合上空开，对这个壶水进行加热。在这个电水壶加热的过程中，我们用我们的钳形表测量一下每根电线的电流。我们看这个蓝色的2.5平方的线的电流是2.45安，这根红色的4平方的线的电流是4.28安。我们最后再测量一下那个回路电流，就是那单根线那边是6.57安左右。这一路电流呢是相当于那两根电线电流的和。由此可见，我们2.5平方的线和4平方的线并接在一起的时候，2.5平方的线通过的电流小，4平方的线呢通过的电流大，并且4平方通过的电流大约等于2.5平方通过的电流的1.6倍。也就是说，通过电流的大小和它的电线的横截面积是成正比的。由此可见2.5平方的和4平方的完全可以并联在一起长时间的工作，并且这两根线并联以后的载流量和一根6平方的载流量也是相当的。